官家提前了供墨竞选的时间，放养徽州。田家一脑门子官司，陈家除了柿子墨，并无其他新品。这下严大人着急了，才主动上门撮合我们和真娘。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，总该找个日子登门亲自致歉才是。问题是如何致歉？拉上李真一块儿去吗？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？说的没错，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，认定我们李家无人。要选供墨，非得搭上那丫头，有眼无珠的严人。依我看呀，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。行了，这话传出去，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？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大嫂。说到底，严大人此举也是看重我们李家。看重李家，便非要绑上八房吗？大嫂，你也觉得应该让真娘回来参选，是不是？真娘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她不愿意。一个除了族的人，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？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真娘愿意，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闭嘴！你在这发什么疯啊？啊！李家凋敝至此，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、家茂辈出，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？爹，你的意思是，您也觉得我制不出新运宋墨是吗？你们都不信我是吗？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？京东，你呀！爹，七婶儿，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，他恨不得把自己魂儿合进到新云宋墨里。媳妇儿觉得，如果拿景东的墨去竞选，肯定能拿到供墨权。站住！你给我坐下！怪我，都怪我。我跟金水争了一辈子。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、景福跟他们争。当年供墨案，景琦死了，景福死在外面，连祖坟都进不来。老八除了族，干脆丁斥明示，再不碰墨。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，无人可争，就相互折磨。景东，你呢？日日怨怼四处树敌啊！你媳妇儿呢？处处小心，护着你，捧着你，生怕你的腿呀再割了，心再碎了。还有你的儿子，天天装神弄鬼的，因为是不进磨坊半步啊！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了？您说我？那您呢？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，您制出一块新墨了吗？别说制墨了，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，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，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？季东，你放肆了！快随我来。老夫人，六爷，磨坊那边出事了。老夫人，六爷，少管事带了一群磨工，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。
六爷，少东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六爷，您来的正好。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共墨之事，特来向主家请愿。六爷，之前磨坊一事是我们错怪了甄姑娘，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。是啊，六爷，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，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，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。由这2块墨去选共墨，顺理成章。甄姑娘回来，李墨定能重夺共墨大权。六爷，请甄姑娘回来吧。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？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共墨竞选是吗？邵管事，邵东家，我绝无此意，我们都是为了李墨。景东，莫要对邵管事无礼。爹，他是磨坊管事，却插手主家的家事，纠集这么多的工人，替李真请愿，这不是僭越，这是什么？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，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。哪个主家？八房吗？李真吗？六爷，您评评理，我们都是一片好心。田家官司缠身，陈家暂无钢鼎之墨，今年可是我们李墨最好的机会啊！请甄姑娘回来，重夺共墨大权。重夺共墨大权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没有李真，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。现在回去上工。快！是我六房撑不起李家，是我儿管不好李墨，是我李景和无能啊！无能。我自愿从族谱出名。划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嗯。
哪？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阿姐，找我来是为了公墓一事。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顾墨之邀，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。这无论是大李墨还是小李墨，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。他若不参加公墨竞选，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，你该去好好劝劝他。这些年，徽墨人才凋敝，供墨权旁落他府数年。近一载，徽墨新出的墨品，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，而这两方墨，皆出自李真之手。所以他参供的重要性，你应该明白。哎呀，阿姐，我明白。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，阿姐放宽心便是。我不是不放心你，是军资采办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深受七帅与将军大恩，自当担下军资重任，此事便不容有。我知道。未知从今去，当复如此否？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？怎么，有心事？哎，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，且及今朝乐，明日非所求。陶翁的心境，常人实属难及。你看，今日外面天色大好，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，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，就着茶，吃着糕点，尽享今朝欢愉。你不用再铺垫了，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。我没想说什么。哦，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，一直没来看过，来看看你。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？没有。也是，今日天色如此之好，待在屋里看书，岂不是辜负了景色？今日有空吗？有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小心啊！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这里。每次来到这儿，我心情就会好很多。东突先生情怀超然，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，真让戚某佩服。戚东家谬赞了，这只是一个开头。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好，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。我知道
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共墨的。这些日子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共墨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共墨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心里的一根刺。我每每想到共墨，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弟挨的鞭子，我和我哥哥跪在李宅门口淋的那场雨，我娘背着我们，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，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得黝黑，却再也无法碰墨的双手。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，我也不想成为共墨争斗下的棋子，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。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共墨一事吗？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，无关乎参不参加共墨的竞选。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，我就更加确信，即便是没有共墨权，但你李真，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。大明第一制墨师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的制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。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。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。好好。若是他还在世的话，年纪应该跟你相仿。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，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。七九，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，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。但我也知道，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参共去的。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，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，我绝无怨言。不，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，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。而真娘你，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。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，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，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。好，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。好。来，客儿，您这边请。华儿，见信家。初秋已至，你在京中可好？徽州一切如常，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，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。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，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。华儿，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？若是能回来，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。华儿，娘，坐吧。终究是启儿没有福气，没等到与你大婚，就突发恶疾，撒手人寰。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，日后有何打算？娘，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，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，又救田家于水火，华儿敏感妩内。
若娘亲不弃，华儿愿常侍娘亲左右，晨昏定省，待少爷尽孝床前，以报大恩。起来吧，坐吧。华儿，日后你便唤我婶婶吧。是，婉婶婶，华儿自当铭记。只是你年纪尚轻，整日待在府中，难免无趣。这样吧，过几日，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。仙人现在贵为帝师，你能跟着他，也能多见些世面。哎，花来了，阿姐。真娘，哎，咱们小李这磨坊现在是生意兴隆啊！坐，快坐。哎，来坐。真娘，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七祖母舍得？他不只舍得，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。他说这里面现酿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，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。还是七祖母惦记我。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？七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，象征着万古长青、吉祥之意。所以我刚去松场摘了些回来，才晚了些时间。咋了？咋了？鱼头，鱼头！哎呀，真娘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都说不出来了。好，我的错，小花儿，你说，继续说。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。小真娘啊，李家的贡墨，李家自己选。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，跟小真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得也好，失也好，都与小李真无关。小真娘啊，就好好经营好她这个小李磨坊啊，还要祝贺你，做出了福锦墨，救他人于水火之中，才称得上风清气正4个字。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。谢谢七祖母。花儿，你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？李家松场啊，怎么了？跟我去趟李家松场。啊？去李家松场干嘛？赵师傅，哎，你去李磨通知下六爷，就说李家松场可能出现问题了。花儿，快！这边花，小心啊！宋温，果然是宋温。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场，怎么会没提前发现宋温呢？这宋温蔓延的极快，又身在隐蔽之处，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，才能看得见。可是如今，已经长到了枝丫，进入了膏肓之期了。那这怎么办啊？这李墨以松烟见长，如今松温一发，产量势必会减少，而李墨这次供墨，恐怕也悬了。
花，六爷爷，六爷爷，丫头，松树如何呀？啊！都给我！六爷爷，六爷爷，您不用看了，那边我刚刚都看过了。这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这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老夫人，大少奶奶，六伯，真的是宋文。六哥，现在割树保林还来得及吗？若是早个半月，兴许还能留上一片。如今并未四处蔓延，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。少则3年5载，多则恐怕要10年呢。少管事，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，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？回老夫人，刚好500方，若节省着用，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暂停新墨的研制，把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，赶制已订出去的木偶，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，弥补后续的窟窿。娘，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？弟妹，我们李家力追求艺，要想翻身，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。是啊，娘。六哥，供墨几年一次，这次不行，还可以下一次。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，那我们的墨商就流失了，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，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。自古先谈生死，再谈兴荣，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。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，那我们李家还有什么？景东，该吃饭了。拿走，我不饿。你多少吃2口啊！我让你拿走。爹，冬儿，多少吃2口嘛，啊，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。爹，
公模竞选在即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公模，咱不参加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公模，咱不参加了。为什么呀？宋长起了宋文。爹，宋长起了宋文，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参加了呢？为什么要放弃呢？爹，爹。 爹，不能不参加呀！爹，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我们不能放弃呀！爹，你听爹说。爹，你听我说。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做男人就得拼。 就得争，就是不能放弃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说，凭什么8房做的，我们6房就做不得？我听您的话，我小时候比景元、景福、景琦都努力，都刻苦。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。 你听爹说嘛，爹，8房出租了，现在不是我们6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机吗？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珍强，李家后继有人。爹，我不管你。 反正我绝对不退。七郎啊，我对不住你们，也对不住李家呀。对不住。 真娘，真娘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娘，松恩之事我左思右想，还得跟爷爷说一声。左右这婺源不远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去接爷爷回来。明天一早你要去婺源？没错。爷爷，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妻苏某传来消息。 宋恩紧急，不可耽搁。我现在就去理斋。您当心点啊。老八，七嫂，老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宋恩一事。 六哥、七嫂，你们有何打算？这宋文对我们李默
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兴许这一次，共墨竞选与李默无缘呐。宋文一起，当前最好的法子就是退出这一轮竞选。你说退就退，你有什么资格给李家出主意？退出这种主意，亏你也说得出口。其实，外人是无法与李默共荣辱的。今天咱们李家到了何种的田地，您比我清楚。如果放弃此次共墨竞选，那日后的徽州便无我李默立足之地了。景东啊，你对李默的心思，七婶明白。但现在松温当前，这松才对我们李默……松温之事尚未传开，即便是100年的松材，价格也尚能接受啊。我们及时采买便是了。咱们有心瞒住，又能瞒多久？只要消息一传开，宋家必然大涨，商家将松材待价而沽。万一误了交货，反而是祸事。什么祸事？会比当年更糟。李金水，说句不中听的，你们八房就是祸事的根源。景东，七婶，景东全之心，只为李默计较，可您一味地替这个李家的罪人说话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想放弃，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，大家一拍两散，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。议长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谢谢。老爸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忙死不动，你快起来！弟妹，老八，来，你们看看这个，这是黄山松林的分布图。没错，这是我从文会拿来的。这些年呢，他们又新探出来几片林子，松林又老又坚实的。你们看，六哥啊，您想进山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说，景东他这么闹，你也跟他一起？景东虽然有些执拗，可他有些话还是对的。我们若是放弃了这次共墨竞选，日后这徽州恐怕就没有我们李默的立足之地了。刚才我去磨坊看了看账本，10年重税几乎掏空了我们李默的100年积蓄。生意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，若是照这么势头下去，就算我们挨过了宋温，有焉知还能撑到下次共墨竞选吗？弟妹，我们李默可能没有机会了，请允许我进山寻松。弟妹，大掌柜，
我们下工了。今日辛苦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好。今日打烊了，您明。丫头，连我也不招待了吗？六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好啊，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，不容易啊。六爷爷既然来了，那便坐下喝杯茶吧。我今天来啊，是有件事我想求你。您先坐吧。好。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宋文当前，李莫真宫需要松彩，我这2日呢，便要进山去寻松。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，代为掌事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湿篱，孤雁落成屏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以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以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霓裳，万物生。